近日，印度国内非常关注中巴联合军演的成果。印度专家称，在最近结束的中国与巴基斯坦的沙欣9式演习中，中国的歼10C 和歼11B 战斗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们被用来模拟印度的阵风和苏30 MKI 战斗机。有印度媒体报道说，中国派遣了包括歼10C 和歼11B 战机、空警500预警机和运8电子战飞机参加了为期20天的联合军事演习，而巴基斯坦方面则派遣了歼F-17枭龙和 Mirage 幻影3战斗机参加了演习。双方还部署了特种作战部队，用于演练空地引导和特种营救任务。另外，中国海军航空兵也首次派遣战机参与了联合演习。印度专家表示，巴基斯坦正在利用中国装备的优势，因为歼10C 和歼11B 非常适合在模拟战斗中模拟印度的战斗机。从飞机的构型来看，歼10C 中型战斗机的许多方面，包括尺寸、空气动力特性、航空和武器系统以及整体作战能力，都可与法国制造的阵风战斗机媲美。两者都采用了压式气动布局的设计，向巴基斯坦展示歼10C 的飞行特性，有利于巴基斯坦空军摸索对抗阵风战斗机的战术和套路。而歼11B 重型战斗机的参加更具有战略意义，因为它与印度的苏30 MKI 战斗机都是俄罗斯苏霍伊战斗机的衍生。即便双方在发动机、雷达等配置上有所区别，但气动特性可谓如出一辙。巴基斯坦空军完全可以通过与歼11B 的对抗，获取对付苏30 MKI 的作战经验。印度眼里的中国歼10C 推重比低于阵风，武器毫不逊色。印度专家认为，通常歼10C 被认为可以与经典的美国 F-16战机战损进行比较，因为它们都具有超视距交战能力、精确的空对地打击、数字玻璃座舱仪表、空中加油和电子战功能。但是在引进阵风战斗机之后，一些印度专家几乎肯定，印度将对巴基斯坦方面形成优势。在与中国的边界僵局持续的过程中，新德里要求法国确保战斗机的及时交付。原则上来说，阵风比中国的歼10C重，但得益于双方中推配置，在两架战斗机上使用相同重量的燃料和武器时，阵风的推力重量比更大，但双方的武器配置相差不大。阵风的短程导弹具有成像红外引导头，而歼10C 的 PL-10导弹也是同样。在超视距导弹中，歼10C 使用的 PL-15是一种双级导弹，射程为200多公里。阵风的流星具有冲压式发动机，射程达150公里，并且长度也比 PL-15小。在与中国的对峙中，印度在拉达克部署了阵风战斗机，得益于法国空军飞行员优秀的训练，阵风战斗机在马里、阿富汗、利比亚、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作战中已经证明了自己。较为可惜的是，歼10C 从未涉足过战斗。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已在喜马拉雅山脉沿实际控制线部署了歼10。中国的战机和飞行员从未参加实战，巴基斯坦的实战经验尤为重要。由于巴基斯坦和中国都是印度的共同对手，因此在沙欣9式演习期间，两国空军集中力量进行了大规模空战和近距离空中支援的训练。双方接受了作战训练超过200个架次，强度非常大。中国飞行员可以从巴基斯坦飞行员的机训演习和夫妇经验中汲取教训。巴基斯坦飞行员于2019年2月与印度进行缠斗，实战经验远超中国空军，而中国空军的实战经验更多停留在对抗演习中，如金头盔演习。在沙欣9式演习中，乘坐高科技中国战机参加空中优势飞行之后，巴基斯坦航空局局长穆贾希德·安瓦尔汗说，中国军用航空技术符合现代要求，并具有应对现代挑战的全部能力。炒作不息的歼10出口，巴基斯坦究竟是否会考虑？歼10到目前的出口成绩为0，确实有些尴尬。而网络上每年都在炒作巴基斯坦空军引进歼10的话题。巴基斯坦空军有足够的时间了解歼10，多年来没有引进，自然是有原因的。对于国防资金紧张的巴军而言，能保证枭龙及后续改进型的研发和生产，恐怕也是极限，实在无力掏股。而巴基斯坦空军的 F-16寿命还很长，暂时没有必要去替换。最重要的是 ，F-16曾经为巴基斯坦空军在印巴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击落过大量印度的苏制战机，这样的战机自然而然会形成一种心理依赖，使得巴基斯坦轻易不敢放弃 F-16。就好比伊朗曾使用 F-14熊猫取得过骄人战绩，自然不会过于期待中国的歼10和俄罗斯苏霍伊战斗机，这是人之常情。不过，美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并非一帆风顺，而是起起伏伏。最近就有美国议员提议将巴基斯坦从非北约盟国中剔除，或许这也是印度背后实力所致。凭借强大的国力和地区话语权，印度同时影响着俄罗斯和美国的武器出口，令巴基斯坦无力从两大国中获取武器，这在全球也是少见的。等到有一天巴基斯坦的 F-16寿命和武器耗尽，俄美都不愿意提供新装备时，中国战机才会成为巴基斯坦最后的护身符。中东局势非常紧张，
美国和伊朗都对双方放出狠话，并且都开始往霍尔木兹海峡增加军舰部署。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伊朗完全无视美国的警告，向美国发出致命信息：伊朗有能力生产纯度高达90%的浓缩铀。因此，国家电视台中，伊朗原子能机构发言人卡姆尔曼迪先生说，伊朗有能力生产百分比差异高达90%的高纯度铀。作为该国议会于2020年12月针对美国的制裁命令，在1月4号，伊朗启动了浓缩20%铀浓缩工艺的计划，这是伊朗战略行动计划的一部分。AEOI 总监阿里阿克巴萨利于1月5号宣布，该国每月将生产9000克纯度为20%的浓缩铀。伊朗外交部长穆罕默德·贾瓦德·扎里夫表示，伊朗议会已经批准伊朗继续生产20%的纯度浓缩铀。此外，德黑兰还按照适当程序将这一计划通知了国际原子能机构。自2018年5月以来，与 JCPOA 有关的紧张局势有所增加。当时，美国单方面退出了核协议，并重新实行了伊朗制裁，以迫使德黑兰重新谈判该协议。作为回应，伊朗减少了该交易中的一些承诺，同时也增加了铀浓缩。JCPOA 规定，伊朗只能以3.67%的价格浓缩铀，比签署该协议之前伊朗的铀浓缩低20%。而生产核武器的铀浓缩水平为90%。在美国和伊朗关系如此敏感的时刻，伊朗宣称其可以生产纯度高达90%的浓缩铀，其意味不言而喻。其实，在美国舰艇以及战机，还有其在该地区的代理人以色列的潜艇等对伊朗炫耀武力之后，伊朗也对他们做出了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部队在近日进行了演习的下一阶段，该演习于2021年1月3号开始，多达700艘各种船只参加了演习。这次演习发生的时间恰逢 IRGC 的 QUDS 特遣部队司令苏莱曼尼将军被美国谋杀1周年纪念日。伊朗方面还发布了一段简短的视频，显示 IRGC 海军在海湾的阿斯维亚港口附近表现出实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侯赛因·萨拉米少将说，常规武装部队和民兵时刻准备捍卫伊朗在海湾的利益。伊朗国防的神秘力量仅在战场上表现出来。他指出，伊朗的军事能力可以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这些演习不仅展示了与盟国的战斗力，还展示了与敌人的战斗力。并且，伊朗还进行了在今年大放异彩的无人机的首次大型演习。在该演习中，伊朗成功测试了远程自杀无人机。据 ISNA 通讯社报道，远程自杀无人机在阿曼湾附近飞行了约1400公里。伊朗军方公共关系办公室表示，无人机的作战距离为4000公里。伊朗发誓要在美国总统任期的最后几周内准备采取行动，以抵抗美国的任何军事行动。自2020年1月，伊朗空军将领苏莱曼尼死于美国无人机打击以来，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有所增加。看来伊朗已经做好了与美国发生冲突的准备了。